夫妻为了买房假离婚，老是妻子信以为真，不料丈夫转头就偷偷跟别人领证，妻子知道后崩溃大哭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她无法接受。那么这究竟怎么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我们来看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眼前的女子叫钟莹，她说2017年她丈夫陈大海准备买新房，结果因征信有问题无法贷款。后来陈大海跟她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们俩先离婚，由钟莹去贷款买房，买房后再复婚。钟莹因为信任丈夫，贷款当天下午便去付了首付，之后他们还以夫妻名义同居，2018年还生下3胎。离婚后不久，陈大海又跟钟莹说，现在猪价行情好，让钟莹拿钱出来投资办养殖场。结果钱投资下去，陈大海便把养殖场落户到自己名下。等事业慢慢开始有起色，养殖场的价值将近300万左右。就在这时，陈大海跟钟莹摊牌了，发来了一张结婚证。确实跟这个女人1月24号离了证。12月24。12月24号，他给你发的时候说的什么？你也早点找个男人嫁了，我爱他，尽管他是个娇娇女，我都爱他。结婚证上显示，陈大海跟现任妻子柴丽于2020年12月24日登记结婚，可是当时钟莹最小的孩子才2岁，新房也还没来得及住。这样的结果让钟莹无法接受，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等丈夫回家，却没想遭到丈夫无情的背叛。说着，钟莹便带着记者来到养殖场找陈大海，可是陈大海却不在。陈大海养殖场占地20亩，一家人都在养殖场工作。陈大海的母亲李桂云表示，儿子欠了很多外债，养殖场天天有人闹事，陈大海跑出去外面打工了。看见钟莹的到来，李桂云突然激动了起来。李桂云表示，对于陈大海跟钟莹离婚一事，他并不知情，反而是钟莹蛮不讲理。几天前带人上养殖场大闹，把玻璃门窗、冰箱都给砸烂。因为不知情，他还以为钟莹跟儿子吵架了。李桂云又说，几个月前他还好心接钟莹过来一起过中秋，修复他跟儿子的感情，可没想到钟莹把孩子丢在养殖场不管不顾，还把冰箱家具都给搬走了。钟莹的做法让他们彻底寒了心，他不明白钟莹为何要这么狠心。在李桂云口中，钟莹才是那个抛弃家庭的人。钟莹听到这话，立即气愤地表示，要不是他撞见陈大海跟别的女人商量怎么对付他，估计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小孩子哭了，我去想把我老公叫出来嘛，他在猪场里面，你知道他猪场里面干什么？跟这个在打视频，怎么对付我？那个说的不用给我2套房子，给他就可以了，扔个孩子给我。对于陈大海再婚一事，母亲李桂云不愿做正面回答。如今双方各持一词，记者只好当场拨通陈大海的电话。电话中，陈大海激动地表示，自己是离婚之后才找了新的，反倒是钟莹纠缠不休，还到处散播谣言，让他有理说不清。陈大海解释，当初自己就是无法忍受钟莹固执的性格，才选择和平分手，根本不是假离婚。陈大海的态度让这件事变得扑朔迷离。那么到底谁在说谎？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钟莹表示，2007年因为家里催婚，她跟陈大海通过家人介绍认识，没到半个月就结了婚。当时陈大海是个厨师，钟莹认为跟着他有口饭吃就行，而陈大海也承诺要照顾钟莹一辈子，可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算计。说着，他拿出当初2人的离婚协议，协议上显示2人离婚，2套房都归钟莹所有，2个孩子归陈大海抚养，但是其中1套房要还房贷。按照陈大海的说法，2人算是正式离婚，可为何他会愿意净身出户并承担2个孩子的抚养费呢？钟莹表示，即使领了离婚证，他也从未怀疑过陈大海，因为2个人之后还生了1个孩子。谁曾想陈大海事业刚起色就变了心。此时，钟莹跟记者说起了陈大海的现任妻子柴丽。他说柴丽之前联系过他，表明自己跟陈大海相识时他处于单身，他并未破坏2人的感情。那么这场假离婚变真离婚，究竟是陈大海蓄谋已久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就在这时，陈大海打电话来主动提出见面。一见面，钟莹就痛斥陈大海骗了他，可陈大海却说自己从未说过假离婚，当初是真离婚，因为2人经常吵架，所以他才想摆脱钟莹，这才会选择净身出户的方式。可是为何离婚后又生下孩子呢？陈大海解释说，2年前生下的孩子是钟莹求复合才生的，可他实在无法忍受钟莹的强势和多疑。本身跑业务啊，有时候没回家吧，他就在我车下面就装什么定位啊，装定位，装定位，在小墙壁上面装些定位过来啊，就装到我车下面，就你的这样是我，他是很多疑，很多疑。那么为何当初不直接讲清楚，而是要假借买房的名义让钟莹抱有希望呢？2人结婚10年，彼此成就。那时陈大海主外拉客户，钟莹主内带孩子看猪饲料店面，生活原本平淡而幸福。
3年前离婚买房对陈大海来说是解脱，对钟莹来说犹如幻梦一场。钟莹最气愤的是自己被骗了，当初陈大海不应该以这样借口来跟她离婚，让她天真的以为陈大海对她还有感情，所以才会相信他，投入精力和财力支持他创业。直到那个女人出现，他才知道自己不如个外人。陈大海坦言，在生完大女儿后就跟钟莹没有感情了。听到这话，钟莹直接崩溃了，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可一旁的陈大海却无动于衷，拔腿就要走。既然离婚成为事实，感情无法挽回，钟莹也瞬间清醒，她无法追究陈大海对家庭的背叛，那她就要求按离婚协议执行，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，再补偿他20万的创业基金。那么陈大海会答应吗？听到钟莹的要求，陈大海觉得有些可笑，自己辛辛苦苦在外跑业务拉生意，钟莹只是在家带孩子，每一笔钱都是他赚来再转入钟莹名下。至于养殖场，钟莹也没什么本钱，如今房子车子都归钟莹名下，3个孩子也不用他抚养，这对钟莹来说已经算仁至义尽了。可如今他还想要20万。陈大海直言，当初他跟钟莹闪婚跟完成家中任务似的，结婚后让他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钟莹的娘家人一直看不起他，所以他努力打拼事业，极力想证明自己，也希望能赢得钟家人的尊重。可他却从未感受家人给他的温暖。现在2套房子都归钟莹所有，他只能带着孩子到外面租房。陈大海还透露自己还欠着上百万的卖债，他都没有让钟莹去承担。可是到如今2人纷争，又该何去何从呢？3个无辜的孩子又该怎么办？你做我的来，我那样把你赎进赎，而且他还对我口实，还干过的，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那个我来着，我没把你当家人名字的。妈妈是归你一归，妈妈是嫌你一是嫌，你不可能的，别个看你不是，你要你是只看着你是。钟莹的母亲闻讯后直言女儿不值得，从小她便把女儿当成掌上明珠爱护。女儿嫁给陈大海后虽没有做过重活，但生下3个孩子，也受过不少委屈。另外她表示自己从未看不起陈大海，当初办养殖场的时候都是钟家人一起帮忙打点，她一直将陈大海视为女婿看待。可是到如今她也只能劝女儿全身而退。为了尽快把事情解决，双方约定到当地司法所协商。说起过去，钟莹几度落泪，她一路陪伴陈大海打拼事业，可对方事业刚有起色便把他抛弃，毫不念其旧情的做法让他极不甘心。于是钟莹提出，除了原来的离婚协议要陈大海配合执行之外，他还要拿回当初建养殖场的一半资金20万元，也当做陈大海对自己青春的补偿。到了如今，他根本不相信陈大海欠债一说，可是陈大海却无法接受。在陈大海眼里，钟莹不能吃苦，除了在家带孩子和照看店面，他并没有让钟莹吃苦。直到最后离婚，他认为协议里面的条件已经够弥补他13年的付出。另外，陈大海提出第3个孩子的抚养费，钟莹也应该出一份。如果钟莹执意要拿20万，那就要共同承担养殖场的债务。双方争执半天依然无法达成一致，最后司法所所长提出，既然双方无法达成一致，相关债务纠纷就走法律程序，但3个孩子的抚养问题，希望陈大海和钟莹能共同面对，尽到做父母的责任。每当父母离婚，孩子总是无辜的。陈大海以买房为由离婚，可他从未想过孩子需要承担2人分手的代价。那么对于陈大海的做法，你又是如何看待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